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打我，我就是要咬你。徐亚涵，你再有真试试看，信不信朕真的会治你的罪？有本事你就把我休了呀！休了你，好让你离开朕。哼！朕告诉你，做梦！你这辈子生是朕的人，死是朕的鬼。你后宫那么多女人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？她真不想做皇上的女人，只想平平淡淡的生活。后宫佳丽3000，没有一个是朕喜欢的，朕只喜欢你一个。少骗人了你！你后宫那么多女人，别告诉我你一个都没动过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朕没碰过他们。啥？你没碰过？不可能，那么多美人，你不碰，除非你不行。朕行不行，你不是最清楚不过了吗？那为什么连后宫的女人都不曾碰过呢？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吧？是不太合常理啊。朕对那些臣子们送入宫的女子毫无兴致，她们无一不是冲着朕的权力而来，只是为了取悦朕罢了，并不是真心待朕。朕又何必去亲近她们呢？我原本还以为你是来者不拒呢。朕难道会如此浅薄不成？你当朕是什么女人都会看得上眼的吗？哦，皇上，您能不能将妾身放下来？这样扛着，妾身会难受的。那你还回不回宫里？回呗。狗皇帝只有他一个女人，那就听廖云芳的，干掉那些女人，当后宫之主。廖云芳独自一人漫步在街头，心头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悲伤。他仰头望着辽阔的天空，轻声呢喃：天高地广，何处才是我真正的归宿呢？他深知自己的家远在2000年之后，而此地并无他的容身之所。云芳，你可以将将军府视作自己的家。我想念我自己的家，真的好想，好想。云芳，你看着我，从今往后，将军府便是你的家。倘若有朝一日你能回到原本的家中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你离去。廖云芳直勾勾地盯着易水寒，眼神充满了疑惑和期待。你果真发自内心的希望我回到2000年之后吗？是的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快乐幸福，只要你能开心，无论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廖云芳郁郁寡欢。可是这样对你来说太过残忍了。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必须回到属于你的时代，那我也会竭尽全力寻找方法，一同前往2000年后。好。那现在跟我回将军府可好？我带你见见我的母亲。好。两人既然都已经敞开了心扉，廖云芳也没有其他顾虑了。将军府内，韩氏正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，他的脸上满是愁容，不停地叹息着。唉。一旁的韩嬷嬷见状，关切地问道：夫人，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今晚您一直在叹气呢。韩氏停下脚步，皱起眉头。唉，还不是韩儿的事情吗？你看看倩儿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，只因为韩儿现在被我们将军府退了婚，又送回尚书府去了，我这心里呀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夫人不必过于内疚，等过些日子，咱们可以把认倩儿姑娘做义女的事儿办得隆重一些，也算是对她的一种补偿了。你说的对，可我真正忧心的还是韩儿的终身大事呀。她竟然喜欢上了军师，而且还是个男人，这让我怎么能接受呢？先不说以后将军府会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光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就很难得到世俗的认可。
再说了，两个大男人在一起，哪来的子嗣呢？唉，将军府的血脉到了韩儿这里就要断掉了呀，我将来怎么有脸去见他死去的爹和列祖列宗啊？夫人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或许韩儿和那位军师真的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呢。咱们还是顺其自然吧，不要太过忧虑了。唉，但愿如此吧。希望韩儿能够早日想通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。韩氏正忧心忡忡，而易水寒已经带着廖云芳回到了将军府。母亲，我带云芳回来了。难道军师其实是个女子？还是说我的儿子和这位名叫云芳的女子有着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？又或许这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？例如在一间雅致的屋内，烛光闪烁，映照着两个男子的身影，他们相对而坐，眼神中闪烁着别样的情愫。年轻的书生轻轻拨动琴弦，琴音如流水般婉转，公子静静地聆听着，眼中满是欣慰。此曲如何？如天籁之音，动人心弦。你的琴艺如你的人意般，令人倾心。书生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多谢公子夸奖。与你在一起，我感到无比宁静。我亦有同感。愿此夜永恒。书生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，两人的唇轻轻触碰，那一刻仿佛时间都为他们而定格。在这温馨的氛围中，他们的感情如烛火般愈发明亮，愈发炽热。为何你要穿上女装？这是我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规矩和束缚，而我想要打破这些。但世人的眼光……英俊男子有些担忧地说，我不在乎世人的眼光，我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。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，但我愿意为之努力。英俊男子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轻轻点头。我理解你，也支持你，但在这漫长的夜晚，我希望你能与我分享更多的心事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其实我也有许多烦恼和困惑，只是不知如何倾诉。两人的对话在深夜中继续，他们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，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内心声音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感到很安心。我也是。韩氏惊恐地抖了抖自己的脑袋。不，无论是哪一个画面，他都接受不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叫我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儿子啊，为何你偏偏要带一个女扮男装的男人回来膈应我呀？可不是膈应吗？他已经接受了儿子喜欢上一个男人的事实了，可现在他又带了一个有特殊癖好的人回来，让他如何能接受？母亲，你这是为何？你喜欢一个男人也就算了，你现在带个不男不女的回来，是想气死我吗？伯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男子，我是货真价实的女人。我是女扮男装进了军营，因为女子的身份在军中诸多不便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女扮男装进入军营，今天才恢复了女儿身。你是女子，不是男子？韩氏满脸狐疑，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廖云芳，好一个倾国倾城、风华绝代的绝美女子。是的，伯母，千真万确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真是太好了。是个女子就好，是女子就好啊！我得赶紧告诉他爹去，韩儿中意的人原来是女子，不是男子。你娘真是太可爱了。云芳千万不要介意。没关系，伯母只是误会了，怕你误入歧途。
我没有生气，我还挺喜欢伯母这种性情中人的。那就好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今晚你就住在流芳阁吧。若是还有其他什么需要的东西，明日我再派人送过去给你。好。易管家，立刻安排2位侍女前来侍奉。记住，这位是云芳姑娘，她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将军夫人，务必以最高的规格相待，绝不能有丝毫懈怠。遵命，将军大人，老奴马上照办。易管家恭敬地回答道，随即转身离去，迅速开始安排相关事宜。2000年后的现实世界，3对衣着华丽、气质高雅的夫妻正端坐在一座豪华高档别墅内。你们说说看，这几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就是让他们接受家族联姻吗？用得着逃跑吗？跑就跑吧，可都已经过去3天了，到现在还杳无音讯，连个电话都不肯接，简直要把人急死了。柳如妹的父亲气得猛拍一下桌子，脸上满是焦虑与担忧。这时廖云芳的父亲转头询问一旁正悠然自得地抽着雪茄的男人，徐凯，你家那丫头有没有跟你联系啊？没有，雅涵那丫头向来不服管教，你们又不是不清楚。徐凯，你说他们几个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呀？徐凯的妻子忍不住开口问道。雅涵是我的女儿，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？活得不耐烦了。可是已经3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七上八下的。别担心，也许他们只是出去散散心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以咱们家的实力，还怕找不到人吗？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他的眼神中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我再打个电话给雅涵那个丫头试试。徐雅涵的母亲拿起手机拨通了徐雅涵的手机，一阵手机铃声突兀地从怡红院徐雅涵的房间里传了出来。兰姨和红豆等人被惊得面面相觑，仿佛受到了惊吓的林中之鸟。红豆，你进去看看。兰姨，红豆怕，不敢进去，要不还是让红英姐姐进去看看吧。红豆满脸惊恐地往回缩。我也不敢呢。兰姨，您看这事儿闹得这么大，要不咱们还是赶紧禀告许东家吧，让他来亲自定夺如何处理才好呢。唉，只是不知道今天许东家是否已经出宫了呢？出来还好办些，可以直接告诉他。可这要是在宫里了，那咱们就没法子传递消息了。是啊，咱们这些人可没资格随意进出皇宫啊，要不然倒是可以跑一趟，替他传个口信过去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娘娘固然风光无限，可也有许多身不由己的时候啊。而此刻，在徐雅涵曾经居住过的那个房间里，一部手机正静静地躺在床下，手机屏幕上闪烁着母上大人的未接来电提示。春末的风夹带着夏日临来的燥意，吹得树叶沙沙作响，湖面微波轻荡。幼灵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，押送着数十箱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前往京城。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，这些财宝将被送入皇宫，充实国家的宝库。在途中，他们遭遇了一群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，这些盗贼如饿狼般扑向了车队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劫。眨眼间，几十箱珍贵的珠宝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幼灵也遭受了重创，生命垂危。右先锋，你怎么样了？陈伟玲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，他的脸庞被划伤，鲜血淋漓，面容显得有些狰狞可怖。幼灵强忍着剧痛，喘息着说道：别管我了，你赶快进宫去求援，这些财宝是百姓们的救命钱，
绝不能让他们落入那般江洋大盗之手啊！快，进宫去搬救兵！幼灵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艰难地吐出这句话后，便昏厥过去。右先锋，右先锋！陈伟灵心急如焚，声嘶力竭地呼喊着，但幼灵毫无反应。陈伟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经过漫长跋涉后，终于抵达了京城。此时的他已经十分的狼狈，全身都乱糟糟的，头发也乱成一团。在这繁华热闹、人来人往的京城大街上，他宛如一个乞丐般引人注目。突然间，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：“鱼儿，给他拿2个铜板吧。”陈伟灵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一名身穿妇人装扮的女子正站在不远处，身旁还跟着一个侍女模样的人。是夫人。那位侍女听到妇人的吩咐后，迅速取出2枚铜板，并将它们扔到了陈伟灵的面前。嘿，你这个臭乞丐怎么如此无礼？我家夫人好心好意给你铜板，你竟然这样放肆地盯着她看。算了，鱼儿，别为难她了。平儿，眼前的妇人正是他深爱多年、梦寐以求的女子啊！伟灵，你是陈伟灵？是我。你为何会在此？又是遭遇了什么事情，才变成这副模样？平儿拼命压制住想要扑上前紧紧拥抱着他的冲动，毕竟如今的她已身为人妇，再也不是那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了。我已经从军了，这次来京城的路上遭遇了一伙江洋大盗，受了些伤。从军了？从军好啊。那位姑爷对你还好吗？他对我挺好的。那就好，如此我便放心了。你可需要我帮忙？我必须立刻进宫免圣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我帮你雇辆马车吧。多谢。陈伟灵和平儿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。接下来，平儿迅速雇来一辆马车，陈伟灵在车夫的搀扶下艰难地上了马车。当两人四目相对时，眼中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，那是深深的遗憾和无奈。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只能感叹命运弄人，缘分浅薄。最后，平儿默默地目送着陈伟灵乘坐的马车渐行渐远。陈伟灵不负众望，终于成功地见到了皇上。皇上，将军和军师在西北大营意外发现一处神秘的宝藏，末将陈伟灵受将军所托，奉命护送这批珍宝进京献给皇上。不幸的是，在途中我们被一群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截断了去路，抢走了所有的珠宝，其他的兄弟们不是惨死就是身负重伤，而末将幸亏得到了右先锋的拼死保护，才勉强逃过一劫，所以活着回来向皇上禀报此事，请皇上立刻派兵围剿这群可恶的土匪。岂有此理！此时此刻，国家正面临着财政紧张、国库空虚的困境，急需大量的银子来支撑各项事务的运转。这些胆大包天的江洋大盗，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将手伸向了他这位一国之君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令人愤恨不已。去，速将朕的尚方宝剑取来，朕倒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。遵命，奴才这就去取。李公公深知事态紧急，不敢有丝毫耽搁，匆匆忙忙地离去。皇上，许嫔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皇上的声音从殿内传来，平静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公公赶忙应声退下，亲自引领着许嫔走进殿内。参见皇上。爱妃请起。谢皇上。爱妃今日可是有事找朕？臣妾今日确实是有些事情想要与陛下商量。哦，何事如此重要，竟让爱妃亲自来询朕？臣妾想邀请皇上、王爷、王妃、军师和将军一同出去游山玩水。唉，今日恐怕不行。这是为何？
你整日为国操劳，也该劳逸结合，让自己放松放松吧。朕知道你心疼朕，但今日真的不行。江阳大盗劫持了大量财宝，朕要御驾亲征，把财宝夺回来。放心吧，朕定会安然无恙的归来。此时李公公亦将尚方宝剑取至御前。皇上，尚方宝剑在此。甚好，此番前行就由你带路吧。皇上把目光看向了陈伟林。末将领旨。菊儿，快去给本宫找一套轻便的衣裳来。遵命，娘娘，奴婢马上就去。本宫此番出宫是要协助皇上，你就不必跟随了。菊儿闻言，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娘娘，万万不可！皇上此去剿匪，前途未卜，凶险异常，请娘娘再三思量。倘若娘娘有个三长两短，奴婢这个贴身侍女恐怕也难辞其咎啊。放心吧，本宫自有分寸，绝对不会连累你的。说罢，他毅然决然地踏出宫门，向着廖云芳所在之处进发。将军府，韩氏满脸笑容地端详着未来的儿媳，眼神中充满了满意的神色。云芳真是温柔婉约，楚楚动人呐。我家韩儿能够与如此佳人相配，实在是她的福气呀。多谢伯母的夸赞，云芳也深感荣幸。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拘谨。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尽管跟我讲。好的，云芳记住了，一定不会和伯母见外的。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。儿啊，你这好不容易才有了意中人，以后可得好好对待人家，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对你的一片深情厚谊呀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孩儿心里面有数，我肯定会一心一意的对他好，与他同甘共苦，相濡以沫，一直陪伴他到白发苍苍。是这样就好，只要看到你们小两口啊，恩恩爱爱，和和美美的，我也就可以安心了。就在此时，徐雅涵如一阵疾风般火急火燎地冲进将军府。云芳，雅涵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你快跟我走，我们得赶紧去帮帮萧晴子。帮皇上？到底出了何事？皇上去剿匪了。剿匪？剿什么匪啊？你先把事情讲清楚。有人入宫禀报，说你派人押送进京的财宝被江洋大盗给劫走了。皇上二话不说就领禁卫军前去剿匪了。糊涂啊！皇上怎么能亲自带人前去剿匪呢？若稍有不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他只是一心想要为国尽忠罢了。你理应拦住他才对，行军打仗之事由我们负责即可。刀剑无情，皇上绝对不能有丝毫差错呀！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务必争分夺秒与那帮江洋大盗会面，绝不能让皇上身陷险境。我也要一同前往，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。此次出征务必多加小心，我会在家里一直等着你们凯旋而归的。母亲大人，请尽管放心，孩儿于云芳定当平安归来。皇上紧跟着陈伟玲所指引的方向前行着，一路上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山岗之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尸体，这些曾经英勇无畏守护边疆的将士们，如今却惨遭不幸，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无声的悲剧主角。这些将士们本应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依靠，然而他们竟然遭到了江洋大盗如此残忍的屠杀。皇上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悲痛。皇上，财宝就是在此处被抢的。陈伟玲看着昔日一起谈笑风生的弟兄们，如今一动不动地躺在这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此次剿匪，众将需全力以赴，不得有丝毫懈怠。谨遵皇上旨意。山洞内，土匪们围成一圈，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直直地盯着堆放在地上的金银财宝。这些财宝
有的是金光闪闪的金子，有的是银光熠熠的银子，还有各种珠宝首饰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大哥啊，咱们发财了！这么多财宝，咱们兄弟就算天天胡吃海喝，也能花个好几辈子呀！哈哈哈！大哥，你怎么闷不作声啊？这一次可是抢到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难道大哥您还不满意吗？啊，我确实有点担忧啊。担心什么呀？咱们兄弟几个可不是头一回干这种勾当。今天遇到的那帮家伙，看上去一个个动作矫捷，身手不凡。我担心我们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后事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，有啥好怕的？咱们可也不是任人摆布的软柿子，谁敢来找茬，直接干掉就是了。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些财宝虽然多，但我们也要小心谨慎才行。首先，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们藏起来，不能让别人发现。其次嘛，我们还要加强山寨的防守，以防有人来偷袭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哥，咱们被官兵包围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是官兵？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老大，竟然是官兵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官兵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，横竖是个死，不如出去和他们拼啊！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来的，跟他们拼了，尚有一丝机会。如果落到官兵手中，咱们就算不死，也会生不如死。还是拼一拼吧，说不定还能拼出一条血路来。所有人都给我后退！谁敢乱动，我立刻宰了他！所有人都往后退，把你们手中的兵器统统扔掉！皇上，把兵器都扔掉，把兵器都扔掉！听到皇上二字，老大的手不禁颤抖起来。他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意识到自己竟然劫持了一国之君。这个惊人的事实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震惊。老大，这人可是皇上啊！咱们现在还有活路吗？废话，肯定没活路的呀！咱们竟然劫持了一国之君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那所有人自刎吧！郑统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怎么，你们不想要皇上的命了？为了皇上，臣愿意一死。郑统领，这些乱臣贼子太过狡猾，就算我们真的自刎了，他们也未必会放了皇上的。但是我们不能让皇上陷入险境。18年后，我郑某人还是一条好汉。说话间，郑统领手中的刀已经朝着自己的脖子抹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一道人影闪过，廖于芳扛着一把 AK 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紧接着，廖于芳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，一颗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劫持皇上的土匪头部，劫匪当场毙命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朕无恙，你为何会来此地呢？臣妾放心不下陛下的安危，故而特意前往将军府寻找大将军和云芳一同前来。哈，多亏有你们及时赶到，朕与禁卫军方能安然无恙。啊，陛下，您的脖颈处流血不止了。无妨，仅是一些轻微的皮外伤罢了。郑统领，你去把财宝都搬出来，送进宫去。是，皇上。陈伟玲，其他人呢？你是？我是你们的军师廖云芳。这句话仿佛一颗炸弹在陈伟玲心中炸开，让他震惊不已。军师竟然是个女的，而且还是如此美艳无双的大美人。军师她……唉，傻了吗？陈伟玲尴尬地挠了挠头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其他人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？当时战况十分惨烈，有先锋拼命保护我，我才得以逃脱。其他人恐怕都已战死沙场了。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不由得低沉下去，
眼中闪烁着悲痛的泪花。你是说幼灵死了？那种情况下，有先锋能存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，但具体情况如何，我也并不知晓。将所有的将士们都妥善安置吧，送他们回家乡，让他们安息于故土之中。遵命，将军大人。忙碌过后，身心俱疲的萧清泽终于回到寝宫，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。唉，萧清泽轻声叹息着，辗转难眠。怎么了？这么晚还不睡？朕有些烦心事。烦什么？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帮你想办法呢。唉，前些日子我们从大盗手中夺回的那些金银财宝，已经按照计划下拨到各个地方了。哼，不怕你笑话，朕现在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了。原来你是担心没有银子用了。你难道忘了自己乃是怡红院的股东了吗？需要银子直接找本小姐要便是了，这么点小事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的？哦，那么朕究竟能够分到多少银子呢？只见徐雅涵伸出3根手指，30万两。不对，是300万两。300万两，竟然有如此之多！当然啦，仅仅是赌局一项，我们就分得了整整220万两银子，而其他方面的收入也是颇为可观。唉，没想到朕的臣子们个个都这般富有啊！可不是嘛，只有你这个皇帝才傻乎乎的，刚得到的财宝毫不犹豫的就分配出去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般轻易的将款项拨发下去，那些下层的官员们不知道会从中贪污多少呢。等到这些钱财最终到达难民手中时，恐怕连1%都不剩了。你说你这不是愚蠢至极吗？也就你敢说朕蠢了。哎，你有什么好法子吗？有啊。哦，什么好法子？说来听听。我给你讲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是如何查贪官的。明朝宣宗的时候，皇帝朱瞻基得知兵部侍郎于谦为官清廉，于是派他去河南、山西2省巡查。于谦到任后，微服私访，查明了许多官员贪污的事实，并向皇帝呈报。皇帝朱瞻基接到报告后，龙颜大怒，下令对于谦所奏设官员严惩不贷。他为了彻底清除贪官，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他派遣亲信、监察御史到各地暗中调查，同时设立举报制度，鼓励老百姓告发贪官。对于被查实的贪官，朱瞻基绝不姑息，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处以极刑。通过这些手段，宣宗时期的政治风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贪官受到了应有的惩处，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。妙啊！如此一来，岂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在一起监督官员了？不过这个监察御史的人选，你可得仔细斟酌一番，最好是选一个官员们都不认识的人去，这样一来效率岂不是更高？好，那你可有人选？我倒是有个人选。你可还记得陈伟玲？他不过是军中的一个无名小卒，京城中的大人物都不认识他。如此一来，不就更加方便他混在人群中打听了？好，明日我就去和易水寒要人。那睡觉吧。徐雅涵打了一个哈欠，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倦意。不睡了。啊？不睡了？徐雅涵有些惊讶地反问，他看着萧清泽，眼中充满了疑惑。我们做点有意义的事。萧清泽低沉而沙哑的声线如同一阵清风，轻轻地划过徐雅涵的耳廓，仿佛点燃了一团火焰。此刻外面暴雨如注，倾盆而下，乌云密布，整个宫殿都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萧清泽猛地伸手，一把将徐雅涵紧紧地压在身下，他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肌肤，犹如微风拂过湖面，引起阵阵涟漪。
徐雅涵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起来，她的心跳也加速了。在微弱的烛光下，他们的身影相互交织，彼此纠缠，他们的目光交汇，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情感和渴望。这一刻，时间似乎凝固了，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宫殿内弥漫着浓浓的爱意，宛如一层温暖的薄纱，将他们包裹其中。皇帝与妃子完全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里，忘却了所有尘世间的纷扰和烦恼。姐妹三人一同漫步于古老的街道之上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之中。这是他们穿越到古代后的首次闲逛，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人偶做的真是精巧细致，灵活灵现，栩栩如生的样子可太让人喜欢了。廖云芳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人偶，仔细端详起来。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模样，就像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般。可不是嘛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老板，这些人偶怎么卖呀？一个玩偶只需要10个铜板。3位姑娘要是一起买走这3个玩偶的话呢，那就只需要付30个铜板就行了。好的，给你银子，多余的钱就不用找零了。多谢夫人赏赐，多谢夫人赏赐。路边，一个穿着朴素、面容清秀的小女孩正和一名妇人一起售卖自家种植的蔬菜。姐姐，你们要买蔬菜吗？姑娘种的菜可甜了。小妹妹，我们不买菜哦。姐姐，买一点吧，我们家的菜很新鲜的，而且弟弟生病了，急需银子买药治病呢。姐姐买一点我们家的菜好不好？丫丫好想赚些钱给弟弟治病啊。说到这里，丫丫的眼眶渐渐泛红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仿佛只要他们不买菜，她随时都会哭出声来。小妹妹，你弟弟怎么生病了呀？生的是什么病呢？弟弟拉肚子已经好多天了，我们之前抓的药他都吃完了，如果再不给他抓药吃，弟弟可能会病死的。丫丫不想弟弟死掉，丫丫希望弟弟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姐姐，求求你买我们家的菜好不好？小妹妹别难过，姐姐们会帮你的。这样吧，姐姐把这些菜都买下来，好让你拿着钱去给弟弟买药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看着丫丫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柳如妹等人也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虽然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能够帮助到这个可爱而坚强的小女孩，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温暖与满足。过2日我就要回西北大营了。怎么会这么突然啊？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，这才相处了短短几天，你就要离开了吗？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况且我此去并非贪图安逸，而是要投身战场。若想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国家繁荣昌盛，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，肩负起责任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少爷，你瞧那边，那几位娘子真是貌若天仙啊！真美啊，这几个女子简直美得不像话，比起府中那些庸脂俗粉，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快，去把这几个女人给本少爷弄回府里，本少爷今天要和这几位佳人共度良宵。小厮领着一群人偷偷摸摸地紧跟在3个美人身后，他们的脚步轻盈而又谨慎，仿佛生怕被发现似的。廖云芳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后面似乎有什么人在跟踪我们。这该如何是好？不必惊慌，既然他们要玩这个游戏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瞧瞧他们究竟想要做些什么。哼，好啊，那就陪他们玩玩吧。廖云芳嘴角微扬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他倒要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能玩得过谁。
本公子今日要好好快活一番，不管待会儿谁来拜访，通通让他们在门外候着。还有你们，都离远点儿，本公子要办事儿。遵命，少爷，小的这就照办。小厮赶忙点头哈腰的应承下来，毕恭毕敬的退到门边，顺手将房门紧紧合上。公子哥转身望向床边，目光落在那3位娇艳欲滴的女子身上，嘴角不由得泛起一丝淫邪的笑容。美人们，本少爷来了！美人们，准备好迎接本少爷的热情吧！他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，说完便摆出一副饿虎扑食的姿势，直直的朝着廖云芳扑去。廖云芳竟然睁开了双眼。你怎么没有被迷晕？迷晕，好让你干坏事吗？一旁的柳如妹也站起来，眼神冰冷的看着男子。别跟他废话那么多，这种人肯定没少祸害人。要我说，直接把他阉了，没了那玩意儿，我看他还怎么祸害女人。另一边的徐雅涵也从床上坐起。你们都没有被迷晕？印子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连几个女人都迷不倒，如今反倒害得我陷入这般困境。等着吧，等我解决完这里的事情，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这没用的家伙。喂，本少爷劝你们最好识相一点啊，乖乖的躺下，说不定本少爷还能让你们舒服一些。毕竟本少爷可不是你们这些小角色能够轻易动弹的人物啊。哼，还敢嘴硬！柳如妹怒不可遏，扬起手便是一巴掌，狠狠扇了过去。你敢打本少爷？你知道本少爷是谁吗？你谁啊？我可是丞相府的嫡长子，我妹妹乃是宫中的惠嫔娘娘，你们竟敢对我动手，简直就是胆大包天！哦，原来是惠嫔那个胸大无脑的哥哥，真的是久闻大名呢。哎呀，真不巧呢，我就是你妹妹的死对头，你妹妹在宫里最大的情敌哟。哼，看来丞相府里尽是些仗着权势欺负人的家伙。你和丞相府的人也有过节吗？没多大点事儿，就是和丞相府的二小姐发生了一些小摩擦而已啦，但都已经顺利解决掉喽。我二妹的舌头难道是被你们割掉的？你们俩竟然割了别人的舌头，这么残忍血腥的事情你们也做得出来？哎呀，误会了，可不是我们亲自动手的，是他家王爷下手干的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家王爷超级宠他，谁敢骂柳如妹一句，那简直是自寻死路，除非是不想要自己的舌头了。这不就是入乡随俗吗？在这里诋毁王妃可是一项重罪呢。怎么想走啊？你这是不要命了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吗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，我可没碰到你们呀。哼，你还有脸说？如果不是我们小心谨慎，恐怕早就让你得逞了。回想起刚才那惊心动魄的惊险一幕，他就觉得后怕不已，越想越气的他忍不住又扬起手，狠狠地扇了丞相之子一巴掌。你什么你？打的就是你这种败类！就在这时，吃下10全大补丸的丞相之子体内的药效开始发作了。只见他双眼布满血丝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呼吸也变得异常急促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失控的狂暴野兽一般。随着一声低沉的嘶吼，男子猛地扑向了柳如妹，试图撕扯她的衣服。该死！臭家伙，被枪顶着脑袋居然还敢对老娘动手动脚，难不成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肮脏念头吗？男子如饿虎扑食一般向前冲去，但
但却扑了个空，身体失去平衡后重重地摔倒在地。靠！老娘今天非废了你不可！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你看他现在这样子，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啊？感觉有点像是吃了伟哥。靠！真是个没用的男人。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快说来听听。既然他都已经吃了那东西，总不能就这样浪费掉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给他找几条母狗进来，他不是喜欢玩弄女人吗？那就让他去和母狗玩玩好了。你可真够狠的。哼，难道你不觉得我的这个办法很妙吗？对于这种人，就得让他好好长点记性才行。直接废掉他，简直太便宜他了。好吧，那我去找几条母狗过来，我负责放哨把风。于是3个女人齐心协力，共同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突然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狗男人和狗绝配呀！丞相大人得知自己儿子被废这个消息后，如遭雷击般，眼前突然一黑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，几欲跌倒。他拼尽全力稳住身形，勉强站定。老爷，我们丞相府可就这一根独苗苗，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儿子报仇啊！柳姑娘，真的是你，好巧啊！苗儿，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可是你家夫人出什么事儿了？柳姑娘，夫人她过得并不好，虽然已经和离，可那许家人却依旧不依不饶，时常上门骚扰。夫人为此忧心忡忡，身体也一直未能完全恢复。这许家人怎如此无耻？和离之事本就应当两清，他们这般纠缠实在是过分。此次我来京城，便是想寻些法子，看能否为夫人寻得一份安稳。苗儿，你莫要担心，我定会想办法帮夫人渡过这难关。柳如妹面色略显凝重，徐雅涵关切地问道：如妹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了？我前几天回京的路上遇上了一桩糟心事。苗儿的主子宁欧乃是徐家的夫人，那徐家的婆婆和丈夫实在是拎不清，为了给小三出气，竟让身怀6甲的宁欧去给小三祈福。这一路上坎坷不平，宁欧不慎摔倒，碰巧被我撞见，我当即为她接生，又顺路送她回了家。而后宁欧与那徐家人彻底闹掰，也成功和离了。但那可恶的徐家人却不肯放过宁欧，还时常去骚扰他，真是毫无廉耻之心。这家人真他妈不要脸，都和离了还上门去骚扰人家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确实不要脸，这个宁欧是个好的，在这种对女人特别不友好的古代还能坚持和离，那徐家人肯定是伤他极深，让他忍无可忍。雅涵，你向来点子最多，可有什么办法能永绝后患？徐家是哪个徐家？晚上我去吹吹枕边风。是某镇的许秀才家。行，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放心吧，她呀是宫里的娘娘，让她去皇上耳边吹吹耳边风，那个徐秀才和他的母亲就别想着还能蹦跶了。苗儿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行了一礼。苗儿见过娘娘。起来吧，我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。既然碰上了你家主子又是个有血性的女子，我愿意帮助她脱离苦海。身为女人，自当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说宁欧是那种被婆家夫君折磨得不成人样还要回家的女人，我徐雅涵才懒得理。但她能如此坚决的和离，足见其勇气可嘉。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啊！苗儿，你且安心，此事我定会妥善处理，还宁欧一个清净。
苗儿先谢过娘娘了。不用客气，你先回去照顾你家主子吧。苗儿先行告退。苗儿有礼貌地和徐雅涵等人告别。走，去我的怡红院看看。一群衣着华贵的公子小姐们结伴而行，满怀期待地朝着怡红院走去。当他们踏入怡红院的那一刻，震耳欲聋的鼓声瞬间袭来，强烈的节奏让人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歌舞升平之所，而是充满现代气息的蹦迪之地。此时的怡红院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五彩斑斓的灯光闪耀交错，将整个场所映照得如梦如幻。舞池中的人们尽情地摇摆着身躯，释放着内心的激情与活力。徐雅涵精心设计的舞台上，鼓手激情四溢地演奏着，每一次击鼓都仿佛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。台下的宾客们沉浸在这欢快的氛围中，忘却了外界的烦恼与束缚。刚踏入院门，廖云芳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地瞪大了双眼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里的一切。我靠，你这是把现代的酒吧都搬过来了？我让人改的，厉害吧？牛逼，我强都不服就服你。廖云芳环顾四周，五彩斑斓的灯光闪烁，打鼓声震耳欲聋，舞池中人们尽情舞动的身影，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和震撼。许东家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兰姨，几日不见，你越发的风情万种了。只见兰姨今日着装格外耀眼，那丰满的身姿更是引人注目。哎呦，许东家就会拿我寻开心。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有事儿。说说吧，什么事？许东家，你前段时间住的那间屋子里，夜里总是有声音传出来，怪瘆人的，我们都不敢进去看。什么声音？就是有人在唱歌。难道闹鬼了？你别告诉我这地方不干净。那不能，这怡红院开了这么久，从未出过人命。要不咱们看看去，看看是不是有人看你店里生意好，装神弄鬼吓唬人。没错，看看去。说是有人敢装神弄鬼吓唬人，就让他真的变成鬼好。淑妹，你变了，跟着你家王爷都变得残暴了。咱们好歹是法治社会出来的人，动不动就把人变成鬼，这不好吧？好啊，你敢取笑我，我挠你痒痒。柳如妹说着，做事就要上手。云芳，救我！一时间，三人仿佛回到了往昔在府中读书时嬉笑打闹，好不欢乐。这里就是我住的房间了。薛雅涵站定，指着眼前的房间说道：“进去看看。”三人瞬间形成一个三角形，目光敏锐地四下望了望，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。而兰姨则满心恐惧地跟在身后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里的平静被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打破，这熟悉而现代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令在场众人的反应截然不同。兰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得面色煞白，犹如惊弓之鸟，整个人瞬间僵化在原地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怪声音呢？莫不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出现？手机！廖云芳急切地看向徐雅涵。天哪，雅涵，这不是你手机铃声吗？快找找在哪里，看看是谁打来的。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，目光紧紧盯着徐雅涵，满是期待，心中暗自祈祷：拜托拜托，希望是和我们一样穿越过来的人，带来能回去的办法。好，我们一起找。柳如妹的眼神中同样充满了迫不及待与震惊，心中满是疑惑和好奇。这电话到底会是谁打来的呢？声音是在床底下传出来的。我来。随即俯身钻到床底下去寻找手机。他在床底黑暗的角落里摸索着，心中充满紧张和期待。千万要找到我。
在那狭窄昏暗的空间里，徐雅涵艰难地摸索了一番，拿到了！快看看是谁打来的。徐雅涵赶忙解锁手机屏幕，当看到未接来电那一栏显示着母上大人几个字时，她震惊地喊道：是我妈打来的！妈妈怎么会打来？难道她也穿越了？阿姨也穿越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打回去看看。好。随后打开免提，按下拨号键，拨打着母上大人的手机。他紧张地握紧手机，默默祈祷着能够接通。然而就在他们满心期待电话接通的瞬间，一阵机械的女声传了出来。徐雅涵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失落和焦虑。廖云芳不甘心地说道：再打一个试试。徐雅涵再次拨打，可传来的依旧是那令人失望的机械提示音。连续的拨打无果，让徐雅涵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握着手机，满脸的失落与难受。难道真的联系不上了吗？而在2000年后的现代，徐雅涵的母上大人和廖云芳、柳如妹的母亲正焦急地守在电话旁，等待着徐雅涵接听。这孩子是不是故意不接电话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孩子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唉，看来这手机不是想打通就能打通的。现在手机找到了，我随身携带，总有一天能联系上的。只能如此了。许东家，这东西是你的吗？对，这是手机，可以通话，可以发信息，可以拍照，可以视频聊天，可以听音乐，还有很多的功能。用手拿得机？这鸡莫不是成精了，还能说话？兰姨，手机不是妖精，三言两语说不清，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工具就行了。徐雅涵深知在这古代的世界里，想要让兰姨理解手机的真正含义并非易事，所以也不打算再过多解释。王妃，王爷让属下接您回府，您明日还得进宫给太后做针灸，王爷让您早些回府歇息。知道了。柳如妹回应萧逸后，又向2个小姐妹说道：那我先回去了。我也要回将军府了，明日我得去上朝，上完朝我就要回西北大营了。好吧，那就在这里分开吧。在皇宫的依兰殿内，萧清泽正专注地处理着堆积如山的奏折。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萧清泽怒不可遏。去宫门外看看，许嫔回宫了没有？奴才遵旨。李公公连忙应道，如蒙大赦般正准备疾步走出，徐雅涵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娘娘回来了，奴才见过娘娘。萧清泽抬眼看到徐雅涵的瞬间，起身快步走向徐雅涵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让朕好等啊。让皇上久等了。哼，你回来便好，朕不怪你。来，陪朕坐会儿。李公公见状，心领神会，悄悄地退了出去，并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。今日出去玩的，可还高兴啊？哼，不高兴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你不快了？朕给你出气。徐家的。哪个徐家的？怎么惹你生气了？就是某镇徐家的那个秀才，那个不要脸的男人都跟他妻子宁欧和离了，还不放过人家，一家子上门去骚扰宁欧。宁欧为了躲他，坐着月子都和丫鬟搬到京城来了。哼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是离了婚，渣男一家不爽找女人的不痛快吗？这种男人就是垃圾，成亲的时候不好好爱人家，离开后觉得浑身不舒坦，自己不舒坦了也不想别人好过，各种找不痛快。哼，竟有如此不知好歹之人，朕定不会轻饶。爱妃认为要如何处置这个徐秀才才好呢？哼，在我们那儿都是一夫一妻制的，重婚可是犯罪犯法，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要不把他关起来？
朕后宫的女人更多，依照徐雅涵这种说法，那朕岂不是要关一辈子？爱妃啊，男人3妻4妾是不犯法的。徐雅涵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萧清泽瞬间变脸，赶忙说道：关，你说关多久？哼，至少关他个10年8年的。爱妃所言，朕无有不从。这样还差不多。爱妃放心，徐秀才绝无翻身之地。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，金色的阳光轻柔地洒在皇宫那熠熠生辉的金瓦红墙上，映照着这座宏伟建筑的每一处角落。皇上啊，许嫔和萧王妃实在是欺人太甚了，竟然如此狠心地废了微臣的一双儿女啊！恳请皇上为微臣做主啊！皇上！那悲切的声音在朝堂中回荡，带着无尽的悲愤与哀求。皇帝听了这话，只觉头痛欲裂，心中暗自叫苦不迭。唉，这个徐雅涵怎么又惹是生非了？而且这次还扯上了丞相这个位高权重又难缠的老家伙，恐怕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。唉，看来啊，又得替徐雅涵收拾这烂摊子了。丞相啊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皇上，小女只不过是和王妃以及许嫔发生了几句口舌之争，他们竟然命人拔掉了小女的舌头。如此心狠手辣之人，又怎能担得起王妃之责呢？那许嫔又岂能配得上嫔妃的身份地位呢？是啊，仅仅只是几句口舌之争而已，王妃和许嫔居然就做出这般残忍之事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岂止是过分啊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仗着自己有点权势就肆意欺压他人。朝堂之上，一众官员们纷纷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起来。此事与王妃毫无关系，你女儿的舌头可是本王派人割掉的。哼，你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竟敢对本王的王妃口出狂言，她难道不该受到惩罚吗？难不成堂堂丞相大人觉得自己的官职能大过本王去，甚至可以任由其女对本王及王妃肆意辱骂？萧清然这一番话下来，直接给对方扣上了一个大帽子。他的王妃，他是捧在手心里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融了的心尖宠，他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，谁敢骂一句试试看？皇上，微臣绝无此意呀！哼，你一上朝就状告王妃和许嫔，为何不说说你儿子都干了些什么？